南极露营一共分3步：第一，找收有露营项目的大船；第二，支付$400的费用；第三，签生死状，意外自负，那你就拿到入场券了。我坐的是英国探险船，全船100人，30%的人报名了露营，其中一半呢还是欧洲的大爷跟大妈。我的露营搭子是个退休的爱尔兰牙医，上来就跟我讲说：“小伙子，我如果晚上睡觉要是冻硬了，你记得赶紧喊人。”结果人家动手能力比我强啊，那搭帐篷全程靠他指导，我纯辅助。睡觉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呢，我们在雪地里头打雪仗、堆雪人呢，主打一个放飞自我。南极夏季的时候接近极昼，所以晚上最黑也不过就是黄昏的样子啊。露营最刺激的那一定是半夜上大号。南极公约规定不能在这里留下任何垃圾，那排泄物是更不行。所以船员给我们预埋了简易马桶。大半夜上厕所，那风刮的让你怀疑人生啊！但抬头就是冰川海洋，偶尔还有企鹅过来围观你拉箱。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在天堂上厕所。早上5点，我们就起床，陆续收拾行李跟帐篷，准备回大船了。我们这趟行程除了露营，我们还逛了英国科考站，寄了明信片，也参观了北欧的捕鲸站、机场遗址、科学家墓地等等。1、2、3，这3个大罐子以前就是装鲸鱼油的，就是挪威人在这边杀完鲸鱼装进去，然后这些小罐子是装从鲸鱼身体里提炼出来的这个船的燃料，所以这个地方以前是个很血腥的地方。6天的行程里，我们一共登岛了8次，见到了上万只金图和阿德利企鹅。如果想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企鹅，那还得再花钱体验更深入的直升机行程。回程的时候啊，大爷大妈拉着我们这些年轻人建群，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当中的谁看到了帝企鹅，一定把照片发群里。因为我们年龄太大的原因，即便我们再有钱，那些更深入的探险船公司也已经不收他们了。35000人民币的船票换了一次又冷又难忘的南极之旅，睡不好是真的，但风景跟朋友它更是真的。你们觉得这趟值吗？